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在我们频道之前关于智能手表的专题视频之中，好像从未聊过手表这一品类的进化史。本期在主角们都登场之前，我们先花2分钟的时间回到过去，了解一下时间在穿戴这一形态下的演进历程。古人依靠太阳、月亮以及气候等这些自然变化来判断和计算时间，使用树枝、骨头来编辑刻度再到后来结合日月和刻度的日影钟水钟等等装置被发明了出来。这似乎就是人类对于时间记录的开始。1571年，罗伯特·达德利向伊丽莎白一世赠送了带有钟表计时功能的手镯。1810年，阿布拉罕·路易·宝鸡受拿破仑的妹妹那不勒斯王后委托，制作出了史上第一只腕表。1868年，百达翡丽为匈牙利的伯爵夫人制造了可以绑在手腕上的钟表，但这种形式的钟表在当时并不流行。手表的真正普及化要到20世纪初。1904年，经营珠宝的法国商人卡利亚接到飞行员好友的抱怨，驾驶飞机的时候把怀表从口袋里拿出来十分困难，因此卡利亚想到了用皮带和扣把怀表绑在手上这种绑在手上的怀表就是现在的手表。几百年前，这些钟表品牌时过境迁之后，到今天依然受人追捧，但也是几百年过去了，似乎传统手表的功能也一直止步于看时间，这个装饰性还是大于实用性。其实早在上个世纪的功能表时代，就有一些钟表厂商在思考能不能让这个手腕上的小东西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功能性。快到21世纪时，日本精工株式会社在经历计算机热潮时，趁热打铁，发布了一条利用计算机市场的产品线。D409是他们第一款提供数字储存的型号。D409可以说是全球范围内的成功型号了，它算是精工计算式手表线的开始。1983年，精工发布了 Data 2000系列，名字起源于它可以储存2000个字符，这是第一个可以配合键盘使用的手表设备。除了传统的计时和报时功能外， Data 2000还可以储存备忘录、日程安排和使用随附的键盘执行计算器功能。手表放入键盘卡座之后，便可以通过电磁耦合原理传输数据。根据这个畅销型号，精工在之后推出了 UC2000、RC1000 等等型号。从最开始需要使用配套键盘才能输入数据，到之后可以使用连接线连接电脑传输数据，甚至还可以装上程序玩一些在手表上简单的文字类游戏。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2011年 Jabra Up 一代捷波朗这个品牌，或许很多小伙伴就比较熟悉了。大约在 iPhone 4的时代，这个品牌在 Apple Store 上架，独特的3.5毫米耳机插头可以用来充电和传输数据，它可以记录步数、记录睡眠、闹钟等等功能。作为可穿戴设备的先行者，在当时算是很新颖的产品，售价也不便宜当时就卖1098元。智能穿戴设备在国内的普及，应该算是2014年发布的小米手环1代了。79元实惠的价格，30天的超长待机 ，IP67级防水、计步和睡眠监测，在当时还有非常实用的震动闹钟等功能，一度引起了抢购热潮。当然，那个时候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 Thank you. Are you okay? 2015年 Apple Watch 初代发布，不同材质的表壳搭配不同表带，适合不同的穿搭场合。个性化的手表，丰富的第三方 App， 算是真正打开了智能手表的大门。之后的几年发布会，苹果都会吹一下自己在销量上领先了多少传统钟表品牌。智能手表这块大蛋糕也逐渐引起了其他品牌的注意。时至今日，传统手表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大多还在进行传统制造，但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手表文化无限强调他们的装饰或者所谓身份属性，这个动辄几万块、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手表。而智能手表在功能性上也从未停下过脚步，试图在这个小家伙里放下更多再多。这期我们选择了 Apple Watch Series 7华为的 Watch 3 Pro、小米 Watch Color 2、OPPO Watch 2，还有之前很多小伙伴留言说很感兴趣的华米 GTR 3 Pro。当然它们的价格是不同的而且市场也绝对不止这些表但它们也都是主流产品了。如今的这些智能手表到底有什么用够不够智能，该如何选择它们，我们分成了不同的环节，好好跟大家聊聊。首先就是很多人买智能手表的第一理由，运动健康。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手表看时间一直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功能。相比于手机，手表时刻在我们身上，也时刻了解我们的身体。5款手表均支持心率检测，加入了高低心率通知、不规则心率监测等一系列功能搭配使用。疫情以来，血氧也逐渐被人们意识到了重要性。人体正常血氧饱和度为95%以上，血氧水平是指血红细胞从肺部传输至身体其他部位的氧气所占百分比。如果低于90%，会被认为低氧血症低于80%可能
能会损伤大脑和心脏，甚至呼吸心脏骤停。4家都有实时心率检测，非常直观，可以看到结果和1分钟平均值。只有华米需要点一下测一下，更新比较慢啊，一会儿74，一会儿85，需要多次检测，非常麻烦。华为的心率检测过程很快，但检测过程中屏幕频繁熄灭。难道我想看一下实时心率，还要单独开一下屏幕常亮吗？小米在检测心率时，刚开始我们还觉得是不是这只表坏了，不工作了，这连个动画都没有，也没有什么数据，传感器它也不亮，而且还像华为手表一样，这屏幕频繁熄灭。后来才发现是我们错了，方向错了。在佩戴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将平时记录到的心率直接总结到这个页面里边给你看，这又是为什么呢？再来到血氧 ，Apple Watch 和 OPPO 过程都很迅速啊，一个检测15秒，一个12秒左右啊。华为和小米的检测时间稍长啊，且不固定。最后还有一位离谱选手啊。结果倒没啥问题，但是华米的血氧检测过程固定30秒，而且就算你明知道会提示失败，甚至你都开心的摇起了花手，但它就是不会暂停，就是要到30秒。在运动方面，各家体验真就几乎差不多了，各种各样丰富的运动模式，跑的、走的、跳的，甚至是广场舞啊，一应俱全。在 Apple Watch 上有非常丰富的第三方 App， 优点就体现了。例如安装 Keep 这种可以搭配手机和手表一起锻炼的方式，就比其他家的单体手表更具有选择多样性。运动监测作为智能手表基础的功能啊，各家做的都已经非常成熟了。消息通知这个大类，我个人真的觉得很重要。其实上面的这些心率、健康，如果你要求不是那么高的话，手环基本也可以解决。但有了比较大的屏幕之后，看通知就是非常大的优势了。它也是这只手表智不智能很重要的一部分，不需要频繁的掏手机，很大程度上过滤掉了不重要的通知。抬手腕相比于掏手机，适应之后确实要方便不少。我们在之前的调研中也问过小伙伴们，这个智能手表和大手环的具体区别，大多数都觉得尽可能的脱离手机独立使用，能够回复消息才算是智能手表。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最常用的微信和 QQ 在各家手表上的体验。苹果和 OPPO 都有专属的手表版微信和 QQ， 它们都可以脱离手机或者在关机的情况下独立使用，其他家就不行了。OPPO 微信虽然声称是儿童版，但是它可以独立扫码登录，而 Apple Watch 只能同步手机上已登录的账号，两者都支持微信支付、二维码添加好友、语音消息、表情包、图片和视频等。QQ 方面 ，OPPO 支持文字、语音、表情包消息、翻看好友列表、添加好友和创建群聊、视频、语音通话。我们知道这个功能的第一反应就是摄像头呢。虽然手表没有摄像头，但是不妨碍我们看别人啊。Apple Watch 支持最近联系人和发送消息、接收图片，不支持查看视频，也不支持语音和视频聊天。其余3款均不支持安装微信和 QQ。手机收到消息也只能在手表端做推送消息啊，仅限于文字。图片的话就真是图片啊，图片这2个字不能点击消息详情，也无法回复，而且手机关机或者脱离手机之后就都无法推送了。独立登录的好处就是能够脱离手机。Apple Watch 和 OPPO 的手表都支持 eSIM 蜂窝网络、WiFi 等网络下的社交沟通啊、地图导航、听歌等功能。说到 eSIM 啊，我们还是认为目前不太实用啊。首先，受限于运营商的政策啊，1号多终端它不支持接收短信。虽然说共享套餐内容，但每个月都还要单独收10块钱，而且蜂窝网络也会大大缩减手表的续航时间。像苹果和 OPPO 啊，如果你真的需要独立的微信和 QQ， 还算是开通 eSIM 的理由。但像华为这种不支持的，除了能够接打电话、下载几个应用啊、看一下地图，而且只能在手机开启导航之后啊，再给你推送路途进度啊，不能实时查看地图坐标啊，真的是有些鸡肋了。外观设计上，先走波弹幕啊，这几只表你最喜欢哪一个呢？5款表3圆2方，很多小伙伴可能会倾向于圆表盘啊，觉得偏向于传统啊。但相较于方盘啊，圆盘在信息阅读和显示方面则不如方盘啊，功能菜单显示不够完整，信息量也不够多。OPPO 和小米没有表冠，在翻菜单的时候会遮挡屏幕，在这么小的屏幕上啊，用手点点点真的很难受啊。尤其 OPPO 这个它还是个曲面屏，而其他几款利用表冠上下翻页、放大缩小的体验更符合直觉。毕竟从戒表开始啊，拧动表冠、设置日期和时间就是本能的反应了。问一句，有多少小伙伴是右手佩戴手表呢？是的，请扣1。我们也对比了一下这些手表在右手腕的使用体验啊。苹果和华米支持右手模式，他们将屏幕翻转，方便你左手操控。OPPO 虽然有右手模式，但是似乎只是将内部的传感器方向做了调整，上下边框不同也不能反带。华为和小米则是直接没有相关选项，按键在右侧也不放按点按或者滑动。如果你是右撇子用户，需要注意。屏幕常亮显示对于手表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功能。CES5宣传视频中啊，介绍完各种功能之后，最后他还说了一下，这块表本领多多，当然也能看时间。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自嘲的宣传方法而已啊，但后来我才知道它有多实用。各种智能手表，无论台腕亮屏的反应速度有多快，优化的有多好，始终都要在眼前从黑到亮啊，有这么一个过程。更别说你万一碰到 bug 了啊，都不如常亮来的及时。在5款手表中，只有 OPPO 不支持常亮显示啊，而且它还是曲面屏的，反光还没有表冠翻页，在视觉和触觉上，在我们内部的评价都不高。小米虽然支持常亮显示，但也只是一种简单的时间显示界面，不是对应设置的表盘常亮。另外，除了 Apple Watch 是默认打开常亮功能之外，其他默认都是关闭的，并且打开常亮会告诉你喜欢吗？贼耗电。Apple Watch 利用 OLED 屏幕黑色更省电的特性，加上 LTPO 低刷新率的功耗优势，在全天开启常亮之后，也不会对续航造成很大的影响。在背部材质上，小米和华米都是塑料贝壳，其他3款均为陶瓷。塑料贝壳加上磁吸触点式充电啊，不方便对齐，也很容易在贝壳上留下划痕。另外，华为手表在背部表带连接处有比较锋利的切割倒角，虽然不那么容易贴近皮肤，但我们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这里要搞这么锋利，难不成还可以作为居家旅行必备？重量和厚度，一张图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有些对女孩确实不太友好。2个米相对薄一些，苹果、OPPO 适中，华为最厚。表盘方面，苹果的丰富性就不用多说了，其他4款支持的表盘也非常多。华为还支持用户作者上传的付费表盘啊，用过太空人表盘的小伙伴请举手，1000多万的收入里面有你们的贡献。如果你是智能手表的重度用户，其实表带材质的通用性也比较重要。Apple Watch 的表带通用性是最高的，从初代开始，所有表带只需要注意大小款表盘就可以通用，拆卸安装也都比较方便。它表的出货量最多嘛，种类也是最全的，硅胶、尼龙、皮革、不锈钢等等等等。其他4家在自己的旗舰店中单独出售的表带种类都比较少啊，基本只有硅胶和皮革2种。华为和2个米3款均采用的是生耳表带设计啊，在拆卸上不是特别方便，需要拨开开关对准孔位。当然，这种设计也有好处啊，就是通用性也非常高，只需要注意连接处的宽度，基本上都适用的。表带的种类如果不够挑啊，可以去第3方看看。软件服务方面啊，最多的肯定还是 Apple Watch。比如你觉得自带的睡眠功能不好用，可以安装 Pillow 检测更详细的睡眠数据。觉得自带的提醒事项功能已经满足不了你了，可以安装 Sense 啊，还有各种喝水啊、快速记事啊，甚至小游戏都可以自行安装。OPPO Watch 2虽然应用数量比较少，但是相比于其他几款呢，胜在了支持微信 QQ。小米和华为虽然说有应用商店，但是大家可以把屈指可数4个字打在公屏上，大部分都是一些冷门不常用的 app。华米就有点过分了啊，说是有应用商店，但都是一些本来就应该有的健康应用。我咋觉得这些都应该在手表上自带呢？你强行给整了一个应用商店。5款手表均支持微信、支付宝的离线二维码付款、银行卡闪付、公交卡付款。除了 Apple Watch 之外，其他4款也都支持未加密门禁卡的模拟和空白卡写入。5款都支持解锁手机，除了 Apple Watch 啊，其他4款在解锁手机的过程中啊都不会有任何提示，也不能反向解锁手机。苹果虽然只支持佩戴口罩时解锁手机，但每次解锁手表都会有音效和震动提醒你手机被解锁了。如果是其他人解锁的话呢，还可以反向锁定，之后必须使用密码解锁1次，大大减少了被其他人解锁的情况。Apple Watch 还支持解锁 Mac 电脑，在需要系统权限的时候，双击侧边按钮即可免去输入密码或者去指纹识别。在安全性这块，苹果想的还是比较到位的。续航方面，一句话，功能越多，续航越差。Apple Watch 在低电量下会关闭所有功能，变成一个只能看时间的普通电子表啊。华为和 OPPO 的长续航模式可以使用基本的运动、睡眠和心率等功能，华米和小米就没有这种模式啊，本身就像是一个大手环嘛，没那么多复杂的功能，续航也就相对长一些。在我们这段时间的体验之中，大概总结了一下他们的续航表现。Apple Watch 正常的情况下使用1到2天，华为和 OPPO 在全智能模式下可以使用3天左右，2个米啊，大约可以使用1个星期左右，轻度使用可以更久一点，大手环嘛。当然，每个人的使用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啊，软件通知也都不一样啊，这个结果仅供大家参考。还有一个方面是很多小伙伴经常问的，交换配对使用，不同的手机搭配不同的手表，体验会怎么样？上面我们说的各种体验都是同品牌相互搭配的，除了华米外 ，Apple Watch 只能搭配 iPhone， 其余4款我们也分别搭配了 iPhone 和不同品牌进行配对使用。在 iPhone 方面，华为 Watch 3 Pro 的付费表盘、鸿蒙设备的联动、音乐同步、相机快门都无法使用了。OPPO 在 iPhone 上没有华为那么多限制，除了快速配对、光绘表盘、电竞模式等一些无伤大雅的功能不支持外，大部分还是 OK 的。华米因为本身就是专门做表的，所以 iOS、安卓基本体验一致。小米在官网有非常详细的功能列表，告诉你搭配安卓或者 iOS 有哪些功能支持与不支持。当然还有什么小米搭配华为、OPPO 搭配小米、华米搭配 vivo 等等等等啊，实在太多了。小伙伴们如果有不同的手机手表搭配需求，也可以在拼多多首页搜索22255啊，或者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即可进入100亿补贴。双十二已经开始了，今年最后一波大促
抓紧上车。Apple Watch Series 7原价2999起，补贴后2687元起；华为 Watch 3 Pro 原价3299起，补贴后3068起；iPhone 13原价5999起，补贴后5479起，并且不只有数码产品，家电、美妆、服装、生鲜热门爆品全面收罗啊！不惧全网比价，也不用担心品质问题，100亿补贴，所售商品均为官方正品，并且有中国人保担保，品质有保证，价格更优惠。想买什么，不妨都去比比价。苹果和 OPPO 在功能上算是2个平台功能性最为丰富的了。这个华为呢，胜在可以联动各种鸿蒙设备有自己非常丰富的生态。但 eSIM 的版本确实比较鸡肋了啊！这款表官网售价3299，着实不便宜了。2个米这边基本上属于手表形式的手环了。购买建议，如果你是 iPhone 用户，那肯定就是 Apple Watch 了要不就直接买一个手环也就行了。如果你是华为手机用户，也有其他鸿蒙的设备喜欢钛合金的质感，那这只 Pro 呢还是 OK 的如果你追求超长续航只检测运动健康还有睡眠这种基本需求，其实华为的 GT 系列完全能够满足你了。如果你家里是米家生态，那肯定就选择小米，有小爱同学语音可以控制，算是一种优势。在安卓领域，如果一定买一个功能性比较强的，那肯定就是 OPPO 了。这个华米呢就比较百搭了，什么设备基本都是一样的体验。随着全球疫情大背景的持续和人们对于健康的关注，智能手表、手环市场也逐渐活跃起来。包括在我们制作这期节目的时候就已经有好几个品牌发布了新款的手表或者手环了。2020年全球可穿戴设备（不止手表这个出货量中，苹果占了36.2%， 55.6亿台设备小米排在第2，出货量13.5亿。如果说 Pad 是手机和电脑之间的设备，那智能手表就是人体和手机之间的设备。可穿戴设备在我们看来独有的优势就是它更加贴身所带来的便捷性。如果做好了，它甚至可能会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就比如你戴分体式的蓝牙耳机，经常忘了摘了，而不是像手机一样单独的一个个体。传闻苹果也是一直在研究智能眼镜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 AR 其实已经暗示得很明显了。国产这边 OPPO、小米、华为也都有自己的智能眼镜。虽然这类设备还处于初期的探索阶段，但智能手机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头号终端，智能穿戴会越来越跟进智能手机的步伐，努力成为人们的第2终端。甚至在高度智能的未来，可穿戴智能设备的独有优势很可能会成为取代智能手机的第1杀手。OK， 这期视频如果你觉得对你产生了一点点帮助，可否在下方给我们转发点赞，特别感谢。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视频，不关注点小白视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你要猛一点，你就怼我一下，这难不成可以当做这等一下这好害怕。